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宇宙给你们的特别讯息哦。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来验证一下第一组是不是你们选到的、对应到的正确的能量哦。第一张牌呢是 Surrender and Trust， 臣服跟信任哦。好。这一张牌啊，我感受到是一种很强大的一个能量，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风暴过后还余留着一点点的这种震荡的感觉哦。也就是说啊，我觉得可能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在你们最近的生活当中啊，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比如说呢，本来谈好的一个合作突然变卦了，或者是说本来稳定的关系，但是冒出了一些有一些问题你需要去处理，或者是你要去面对，或者是有些朋友啊本来规划好的一个生活、一个金钱的规划，突然有多的一个支出等等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按牌理出牌的来到你的生命中。好，有些朋友你是生活状态的一个剧烈的变动，比如说搬迁啊，或者说工作上的一个调动，这个是一个很剧烈的，然后让你会在这样子的状况中其实是想很多，然后又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去控制很多的事情，明明已经很努力的在维持生活当中的一个秩序跟安定，
但为什么呢？感觉还是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个漩涡冒出来。那我觉得这张牌啊，其实是在验证大家一个很真实的疲惫感，因为大家正在处于一种频率重新校准的阶段哦。好，我们看到这张牌啊，有蓝色跟紫色的一个漩涡。那在能量的这个世界啊，我觉得它很像是说，你旧有的能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粉碎，接下来呢，要开始重建。那如果你现在感觉到混乱的话，可能是因为大家试图去用旧的逻辑来去应付这个新的生命的周期。你越想要抓紧什么，你又会越发现，其实在这个漩涡当中啊，你什么都抓不紧，好像看得到，但是伸手去抓是抓不紧，而且那个漩涡好像越转越快。其实就像画面中的这个人一样，他张开双臂，然后他的身边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火焰，这代表什么？其实真正的力量呢，来自于大家的不抵抗。这个听起来很奇怪，就是我不抵抗，难道我就是要放弃我的立场，或者说就要让这个别人去决定我的一个状态跟样貌吗？好，但其实这张牌讲的是，你可以先把手放开，不要去试图的导航你现在在的这艘船。当你把手放开的时候，这股强大的水流，外在这个水流反而会慢慢的把你带向一个很安全很丰盛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先放手，对于那些你觉得很焦虑的事情，你很想要控制结果的事情，你可以先放手。因为这一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的灵魂已经升级了。现在的你其实就像画面中这个人一样，你们是漂浮在生命之流上面的，所以你可以去信任这一场风暴的来临，信任这一些你觉得不大适应、不大舒服的改变，因为这一场风暴它绝对不是为了要摧毁大家，而是要帮大家清洗掉一些不再适合你的旧的状态、旧的能量。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对自己说，我愿意臣服，我愿意信任这一切的发生，在其中有它美好的一个意涵。当大家愿意相信的时候，愿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原本卡住的能量就会开始流动了。好，另外啊，这一张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讯息，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其实你们的内在层次已经升级了。如果用脉轮来看，这一张牌它对应到的是顶轮跟喉轮之间的一个重整期。也就是说，如果你最近很容易一直在想很多的事情啊，在睡觉的明明要睡觉，但是整个脑袋停不下来，一直想，走路也在想，吃饭也在想，有时候会好像不断的怀疑自己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吗？为什么卡顿那么久，怎么都没有消息呢？等等的。好，这样子的状态它就是一个重整期。可是接下来你们的意识会从一个控制的模式转换成接收的模式，也就是说呢，你们会开始去信任你的内在。这个转换期啊，它一定会伴随着焦虑，因为你的大脑会觉得，好，如果我不去控制这个未来的方向，那谁来保证我？谁来保护我呢？但其实大家有这一张牌很重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们其实不是在掉下去，你现在是被拖住。因为从更高的维度来看臣服它并不是放弃人生，而是请你停止用旧的版本的想法去干预接下来新版本的道路。也就是说，这个震荡时期你觉得很震荡很焦虑，是因为你不适合原本的那一套生存方式了，
宇宙它正在把你从一个撑得很辛苦很累的角色这样子的位置中请下来。所以这张牌的肯定是说，如果你觉得很累很焦虑，并不是因为你在被惩罚，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强，而是因为接下来重整时期过后，你们就不用再这么的辛苦了。所以这个混乱只是暂时的，你不需要马上相信说一定会就是一定会怎么样。你只要先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个混乱的状态、焦虑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错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Honor the circles。 好，尊重生命的周期。这张牌也是一张非常非常有灵气的牌。那我觉得这张牌其实也是接续的前面那张牌的能量，在看大家的时间的律动。好，这张牌大家仔细看一下，画面中这个神圣的女性，她的身体有一个由月亮组成的8字形的这个路径。这一张牌给你的讯息很直接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并不是往前冲，而是要校准你身体的一个节律。可能大家常常会有一种循环感，就是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某些重复的事情又同样的发生在你生命里。比如说你觉得过去已经完结的一个课题，但是现在好像又以类似的方式来到你的生命中，或者是某一些情绪的盲点，某一些性格上的盲点，或者说某一些情感中的一些相似的路径，好像呢又回来找你了，好像又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很沮丧，怎么我好像走那么久又回到原点，好像又没有进步。但是这一张牌要告诉大家，这并不是一个原地踏步，而是一个螺旋式慢慢的上升的一个过程就像大家知道月亮有阴晴圆缺，它其实也象征对应的我们内在的一个生理的周期。那我们生命的进度它并不是一直都是一条直线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很累，我好想躲起来，我不想要跟别人说话，我就是想要一个人，我就是想要沉默不讲话，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进入到生命周期中需要往内收，需要静静的修身养息的阶段。好，我觉得很多对应到这张牌的朋友，可能过去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你过去很习惯去拼去追逐外在的声音然后去抓住一些东西，去追求你的成就，比如说拼命的工作等等的，但是你忘了听自己心跳的声音。大家可能在春天的时候应该要播种的时候，你会很焦虑，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应该要休息的时候，你仍然很焦虑，仍然在想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这张牌想要提醒大家你要去观察你们现在的生命到底是处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季节。很多朋友你现在可能进入到的是一个休息的冬眠的时期，这个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往外扩张，你不需要去耗损你的能量，你要尊重的就是这个循环。大家要知道8字形的这个循环，它是为了让你能够在下一次的高峰可以跳得更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的时刻。你可以去看一下过去这段时间你累积了什么。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这段时间都没有产出，好像落后，然后觉得很愧疚。就像这张牌一样，这个女生她捧着这个月光，她静静的看着自己体内的流动，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现在最应该有的一个状态。所以请大家顺应这个规律，不要再跟时间赛跑。好，当你不再这么做的时候，不再跟时间赛跑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万物皆有时，大家有自己开花的时刻。但是现在请你先休息一下，请你先允许自己做一场好梦。
其实这张牌对很多就是很负责任的朋友来讲，我觉得它可能是一张会让你觉得很抵触的牌，因为你一辈子都很习惯说只要我停下来，只要我慢下来，我内心就会有很多的罪恶感。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从能量的层面来看，它是一种过度自我要求的内化的压力，也就是说你好像一直在监督监工你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别人都在努力，我怎么可以停？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多不够好才会被卡顿呢？但这张牌出现就是要帮大家把心里这些怀疑的声音缩小关掉。我们再重新看一次月亮组成的8，它代表循环，同时它也是一个倒过来是一个无限的符号，也就是说无限，大家的价值是无限的，你的价值不只取决于你现在有没有做出一些成果，有没有做出一些产出，而是呢你现在这个休息的时期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大家的潜意识正在进行一个资料的整合，就像电脑它可能在更新背景，所以你不能同时要求它高速的去运作嘛。那这一张牌很多的时候当你的脐轮进入到修复期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放空或是远离一些外在的刺激，这个都是你的系统在跟你说它其实需要回到自己的一个节奏，你可以暂时休息，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落后，有没有在做什么，这个是大家调节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3张牌，哇，美丽的蝴蝶的翅膀尊重整个过程。我觉得这张牌会算是前面有2张牌的一个总结好，大家很明显的看到你们最后会有漂亮的结果，就是这张蝴蝶。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过程就是在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时期是茧嘛。好，在里面它会产生一个质变，毛毛虫化成液体，模糊不清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好像没有办法去证明什么的，因为当它还在茧的这个时期，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又特别的一个痛苦，所以这张牌其实很想要跟这些就是你们正在处于转型焦虑当中的朋友说说话。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刚刚辞职，或者是说一直在投递履历，然后石沉大海，或者说你刚刚结束一段关系，或是想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计划、新的身份等等，你现在可能觉得很迷惘，自己已经回不去过去的那个毛毛虫的状态，但是又还没有真的变成有翅膀可以飞的蝴蝶，这个中间的状态，这个过渡的状态真的是蛮难熬的。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有些人就会困在这里走不过去，但其实这个过程你现在所有的挣扎，这张牌验证了一个重点，就是你现在所有的挣扎都是为了之后要长出翅膀。好，大家看一下这张牌，很漂亮画面中的这个神圣的女性她背后是成熟的果实，还有纷飞的花瓣，也就是说大家你们的成果其实已经在未来的时间线等你了，只是蝴蝶在破茧而出之前，它会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跟黑暗共同相处的时间，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很琐碎，我的进度好缓慢，甚至你觉得我每一天可能都在重复一些小事情或是无意义的事情，但不要气馁，这些事情会是你未来翅膀上的一个鳞片。好，另外这张牌还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提醒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转化的天赋，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尊重这个还没有开花结果的阶段，
那么你不要去催熟这个果实，也不要强摘这个果实，你去尊重这个阶段。那么当果实真正成熟的那一天，其实你得到的奖赏，这个果实的甜美程度绝对会远超乎你自己的想象。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们可以每天给自己一些鼓励，感谢自己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感谢自己正在前往一个更好的道路上。千万不要去打击自己，对自己说还不行，而是你要肯定自己。这个肯定自己的声音啊，就是加速大家破茧而出的一个很强的动力。好，你现在所走的每一步啊，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的很像曲折，多么的难走，其实它最后都是在对齐你们灵魂最原本的一个蓝图。所以其实大家会，我觉得有一天你不经意的就发现，你身后那对美丽的翅膀其实已经长出来了，而且它可以带领你飞向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维度。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牌哦，看到下一张牌是很可爱的狗狗，很可爱的法斗。好，这一张牌啊，代表说其实第一组的朋友哦，你们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温暖的守护者的特质。但这张牌想要问大家的是，你把你的这个很神圣的温柔的守护的特质，把你心中的这个忠诚究竟给了谁呢？这张画面非常的很居家，很温馨，很疗愈。这只狗狗啊，它坐在绿色的沙发上，然后旁边呢有漂亮的这个花盆，有花朵。好，这是一个很私密的一个空间哦。那我觉得有些朋友其实你很在乎你的身边的人，就是你私领域的可能你的爱人、伴侣、你的家人、亲朋好友等等这些生活圈中的人，你会愿意去照顾他们、服务他们，或是把很多的时间花在他们的身上，你的伴侣啊、你的小孩啊等等。那其实你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要先服务你自己，这个才是最高级的一个休息哦。好，如果你之前常常觉得很委屈，自己明明付出了很多，但为什么好像你的付出都没有人真正的去理解它的意义、它的价值，你付出的时间跟精力好像都没有人看见，那是因为你可能把自己的定位放得比较低哦。这只狗狗它的眼神其实非常的平静，非常的理直气壮，它想要告诉大家的其实是一种自私的艺术。这个自私啊，不是伤害别人，而是你其实可以像这只狗狗一样，就是很理直气壮的去占据那个最舒服沙发上最舒服的位置，然后享受这个宁静。就是说大家现在要开始想的是我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舒服呢？这张牌的出现呢，就是告诉大家你要去疏通你的能量的管道。你现在该做的事情并不是再去帮别人解决什么问题，烦恼别人的问题，而是你可以去泡个澡、睡个觉、吃自己喜欢的东西，给自己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或是规划一场旅行等等。请大家开始神圣的去服务你自己，这样子的话，你的频率会瞬间从受害者转化成创造者，因为这个转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哦。因为我们需要去填满我们内心的空洞，只有当你这个内心的杯子满了，然后当你杯子里的水是甜的，这样子你流出去的水才是甜的，你说出去的话才是甜的。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就其实是在提醒大家，给自己放个假吧，然后从日常生活中去拿回你的时间，服务别人转换成服务你自己。从今天开始呢，你只需要对你的心忠诚。就像这只狗狗一样啊，它其实没有特别在做什么，它就是很安心的、很舒服的霸占这个沙发上的空间。所以大家，你们真的不需要用牺牲来交换你想要的东西。好，你们可能过去就是长期处于一个情绪劳动的状态，或是不自觉的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面前。接下来请大家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状况，并且允许自己被照顾，
然后被承接，这样子的话，大家的能量场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也就是说，你会从一个付出得不到回应的，或是很委屈的一个状态，转变成自然而然吸引回馈以及丰盛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来看到第5张，接下来这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羊驼。好，这张牌的能量很扎实因为它对应到的是一种长远的耐力。如果说刚刚那个狗狗牌啊，请大家休息的话，这张羊驼牌其实在帮助第一组的朋友建立信心因为羊驼啊，它即使在很残酷的或者说很严酷的一个高山的环境中，它依然可以生存，而且它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它的背上啊，即使去驮着一些东西，驮着一些重担，但它依然可以优雅的前进。好，所以呢，有些朋友他对应到你可能在追求一个需要很多心力或很多时间去完成的梦想，或者说你正在处理一个比较棘手的议题或是功课，你总是觉得你离自己想要去的终点还很远。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大家你们绝对有能力达成的。羊驼身后啊有雪山，这个雪山代表了高度跟挑战，同时也代表了纯净。大家现在所经历的任何的事情啊，其实都在锻炼你的灵魂韧性。也就是说，这所有的挑战都不是为了要燃住你，而是要帮助你去看看你准备好承接那个更大的愿望、更大的愿景了吗？好，那这张牌也一样跟前面的能量是延续的。大家不要急着去奔跑在高山上跑得太快，可能会呼吸不顺，所以也一样要学习羊驼的节奏感，每一步都踏在当下，专注你的呼吸，专注连接脚下的土地。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也给大家一个承诺，虽然你觉得路途好像很远，但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往前走你的灵魂导师他会透过你生命中出现的一些事情来引导你，所以这是一段我觉得有关于信任的旅程吧，这是一个长线的合约灵魂合约牌，所以请你对你的灵魂保持耐心，保持信心你现在在累积的这一切是足以支撑你走完后半辈子的一个强大的能量。好，我们看到下面的牌沟通，一个互相谈话的状态有2个人在咖啡厅，这个气氛好轻松好，这张牌是关于沟通跟传递，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好，在接下来的1到3个月内，我觉得说话跟倾听会是大家解开僵局的一个钥匙。如果你有一段话就憋在心里很久都没有说，或者说你跟某一个人在这段关系中可能我们是常常传讯息或是天天见面，但是你觉得心隔得很远，或者说你们有一个就是在名义上很亲近的关系，但是你觉得实际在心里的距离却是很远的，那这张牌提醒你，如果你是很在意这段关系的话，其实是时候你们可以去展开一场真实的对话。好，那这里的沟通啊，其实有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像前面说的关系的沟通嘛，它是一种跟外在的沟通。那如果有些朋友你是本身有一些想法，有些计划想要去推动你也可以去分享你的想法，去寻求共鸣。有的时候啊，可能你的灵感就在跟别人的交谈，就在咖啡厅这样的对谈中碰撞出来一些火花，或是你可以去询问有做过类似事情的人。第2个层次就是说你们往内看必须要去跟自己做一个真实的对话。
画面中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人，他们谈话沟通很和谐，但要达成这样子的和谐，代表说大家的内在跟外在的状态也要达成一致。就是说，如果我心里想的是 A， 但是嘴上说的是 B， 这样子言不由衷的话，其实你的能量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耗损。也就是说，真实的表达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疗愈的能量。大家你可以透过唱歌，或者是写日记，或是各种方式找一个懂你的人聊聊，只要你可以把这些能量啊化成文字啊语言，让它流动出来，那个心中卡住的感觉其实就会消失。那这张牌也暗示大家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最近1-2个月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讯息，或者是某一个关键的人物，他会透过对话来提点你，或是透过一些对话出现在你生命中照亮你。所以大家可以保持感官的开放，然后去听这个语言背后的真实的意涵。当你说出去的言语带着真心带着诚意的话，其实你对应到的世界也会吸引而来的是他们也带着真心诚意的想要跟你对话的能量。好，很多我觉得被这张牌被这张牌点到，或者说被这张牌连接到的朋友，其实你们过去可能都有一个很强的习惯，就是你会习惯先去理解别人的状态，然后不自觉的去配合别人的状态，就是你们很懂得体谅，可是却好像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说什么，能说什么，或是怎么样子去表达。也就是说，有些朋友你的喉咙其实有一种被压抑很久的一个真相一个状态，就是有些话你想说，但是又没有办法说，或者说出来之后，其实这个呈现跟你的内心是有一段落差，可能你已经很委婉，或是不是真正原始想说的那个方式，或是你习惯用理性来包装你真正的感受等等的。这张牌就是要让大家心中的真实去流动，开始用心去说真话。好，我们看一下第7张牌就是明确心中的这个渴望。好，这张牌有一个女生她在墙上贴满5颜6色的便条纸。这张牌的能量好清楚它其实在讲的是你的想法，你的意念有多么的清晰。有些朋友你可能想做的事情很多，但好像每一次就是每件事情它都只做了一点点，都只有开头。这张牌其实想要提醒大家说，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那宇宙好像就也不知道要送你到哪一个地方。我们常常说心想事成嘛，但如果你心中的想法它是一个很模糊的，那你的这个成它就会变得很随机。所以这张牌其实是请大家做一次大脑的清理，就像画面中的这个女生一样把你的愿望、你的压力，还有你没有完成的计划，你可以把它具体化或是视觉化，来进行一种能量的校准你可以把你的念头写下来，或者像它一样贴在墙上。这个就是一个你在跟宇宙签订的一份合约同时也是让大家把焦点放在你想要完成的事情上，因为你的能量会跟随着你的注意力。好，这个从高维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要将你的专注力放在值得的选择跟重要的地方。它是一种共振的选择，力量来自于你选择焦点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只要找出目前你觉得对你而言最重要的3件事情就好了。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最近很累，可能是因为你把能量分散在很多不重要的地方。所以请看看大家今天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会是什么呢？你心中最核心的渴望会是什么呢？好，当大家去明确这些事情的时候原本混乱的局面可能就会突然变得很有条理。我觉得这张牌是给大家一个强烈的行动的
讯号，就是不要只是想，你们真的要去行动，去分类，去把你的梦想画出来，让你的意志变得像光束一样集中。这样子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墙是你穿不透的。所以这一张牌它对应到的是一个非常实际、非常灵性的能力。你要说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放下的是什么，这样子宇宙才知道要把资源送到什么样子的地方，然后要送什么资源给你。我觉得这张牌啊，就是告诉大家接下来要进入到这个时期是聚焦期，因为你们已经走过了混乱，接下来就要聚焦完成你的一个梦想了。好，来看下一张牌哦。哇，下一张牌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冬天的森林，冬日森林。好，这张牌啊，它是一个我觉得整组牌中最温柔的疗愈的能量哦。好，画面中有雪地、猫头鹰，还有微微的烛光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一种内在的沉淀。这一组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啊，你可能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消耗混乱的时期，或者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灵魂的寒冬，灵魂暗夜，你觉得很冷，觉得很孤单，或者是觉得自己跟世界脱节了。但这张牌其实在告诉你一个很神圣的真相。其实冬眠啊，是为了保护你最珍贵的一个核心。因为你现在需要的就是自我慈悲。过去的你可能对自己太严苛了，你总是要求自己说我在任何的季节我都要开花。但是这一片森林啊，它在雪地下安静的呼吸，它并没有在努力的生长，它只是单纯的存在。所以它其实在告诉你说，你可以回到你内在的小屋，去点起温暖你的火堆，跟自己握手言和，去感受那些平常被你压抑很久的一些情绪。如果大家想哭就哭出来，如果你想要暂停停下来就停下来。猫头鹰代表着智慧，就是说其实智慧是在暗中守护着大家哦。你们的痛苦需要被看见，而不是被解决。所以当你愿意看见自己的痛苦，当你愿意对自己说辛苦了，这样子你的灵魂会感受到一种自我慈悲，所以灵魂深处会有一种暖意跟暖流。这个暖意跟暖流，它的到来会比任何外在的成功都更能够疗愈你。所以请信任你自己，去信任这一片冬天的宁静的空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安全的去退回一个位置，你的系统正在保护你，不要去承受过多的刺激。它并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成熟。当大家开始对自己温柔的话，你的内在才会重新的去相信跟信任这个世界。好，最后一张牌它其实是一个愿景显化的牌，水瓶座的能量非常的完美。好，这是一张有关于梦想跟愿景的牌。画面中长发如星河的这个美丽的女神，她正在向大地倾倒着泉水。所以这一张牌它不只是个人梦想的实现，它其实是一张超越个人，它是跟宇宙集体意识连结的一种高频的能量。所以你所梦想的一切其实跟宇宙集体意识做连结的，它们会成为现实，而且它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这张牌啊，其实就对应到第一张牌的臣服，它是一个呼应的能量哦。当大家经历了风暴，经历了低谷，学会了服务自己跟明确你想要的事情，明确你的渴望之后，现在其实大家已经接通了来自宇宙的电源。你们不再是苦苦挣扎的小我，你现在其实是一个管道，你拥有直觉，拥有灵感，这些啊其实都是未来的你在给现在的你传递讯息跟打信号。所以你
不需要去限制你的想象力哦。水瓶座的能量就是打破常规，所以呢，这张牌在告诉你说，大家你们未来的路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跟过去的你所想的完全不同。那这个女神她手中请到的这盆水，它代表着你的智慧的分享跟你的创意的流动。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愿意去展现最真实最独特的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不但能够疗愈自己，你还能够去滋养周围的人。所以这是一张愿望成真的牌哦，它也在祝福大家。其实你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能量，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哦，所以大家你可以抬起头看一看，好，在晚上的时候看一看天空，看一看这片星空，因为大家即将进入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的纪元。好，那这9张牌啊，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转化的周期哦。现在的大家，我觉得你们听完了这段讯息，你的能量已经慢慢完成了校准，你的心慢慢的跟宇宙的频率对齐哦。不论外在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它是多么的喧嚣，或是变化多么的快速，有很多虚幻虚假的东西，但是大家你们内心始终都有一颗不会熄灭的星星，所以你不需要往外去追逐其他的光，你本身就是光的所在。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今天的讯息咯，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如果你们想要更进一步的透过牌卡来了解自己的能量，以及掌握一些灵魂的密码的话，也欢迎加入米娅的塔罗课程哦。现在的线上塔罗课程已经有很多朋友加入一起学习咯。好，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你们的特别讯息哦。好，首先呢，我们进入到验证的环节，我来看一下这一组牌是不是你们的能量。第一张牌呢是 Communicate with Spirit。好，这一张牌啊，就是第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跟自己内在声音失去连线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张牌啊，代表说，宇宙在提醒大家需要跟你的内在灵性做沟通，就是你们的状态有点像是，你很习惯用你的头脑去处理一切的事情，用逻辑去分析很多的事情，然后去承担你的责任，可是你却忘记那个你最原始的感受。其实宇宙的讯息一直都在，但是如果你的状态，说你的内在状态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就很像你在内心里同时开了很多的视窗，同时在多工作业的话，其实呢你是没有办法听见你的声音，也没有办法听见你跟宇宙连线的这个声音哦。所以这张牌啊是要邀请大家去聆听，听见真正的指引。真正的指引通常会出现在你放下控制的时候。好，当大家跟你的灵性去沟通，去连接的时候啊，其实它会有不一样的频率发生哦。就是你可能觉得好像对于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期待，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预感，好像有什么好事情要发生了，或者是说你们慢慢的会被一些小事情感动，或者是在跟别人相处的某一个瞬间，或是看到什么东西的这个瞬间，你会觉得哇，这个发明好棒，这个点子好棒，所以我好喜欢这样子的气氛。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可能正在研究一个怎么样子的领域知识，你感觉你好像快要掌握了，或是你好像快要跟某一个厉害的频率对上了。因为这张牌啊，当大家跟自己的内在重新连线之后，其实你们的接收器正在升级，也就是说你们已经要进入灵魂的
高频区。你以前可能会觉得灵性很玄，或者是离我很遥远，但是这张牌宇宙想要跟大家知道，灵性就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灵性它其实是一个很日常很开心的事情哦，你们只需要去做频率的校准就好了。好，当你稍微安静下来，其实你就会好像收音机调频一样，调到一个充满优美音乐的频道，然后你就会听见来自宇宙的指引。所以这张牌其实想要让大家放松，因为最好的沟通它是在你放松不防备的时候去发生的，所以你可以先让自己处在一种好玩很好奇的这种状态，然后你身边的事情也会慢慢的理顺。所以大家可以试着每一天给自己一段什么都不想的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呢，你就尽可能的去感受快乐。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哦，回到中心 ，Come back to center。哇，这张牌呢，我觉得它是一张，也是要，其实跟前面那一张的状态是延续，就是要你把能量收回来。很多的朋友，你已经离你自己的中心太远了，很多的朋友，你习惯把注意力放在外在的需求。外在的一个未来的状况，不确定的状况，或是别人的反应，那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回到你的中心，因此你做出的很多的选择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消耗你的选项。所以这张牌真正想要修复的不是一件事情哦，而是你的内在平衡。大家现在有一种就是能量分散的感觉，你很习惯去考量很多的事情，但你很少回到中心替自己下决定。所以这张牌是想让大家重新成为你人生的轴心，要先顾好你的感受，然后也要允许自己，好，我暂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关系。还有要去理解一件事情，有些选择它会带来你的长期的焦虑跟内耗，这个就不是适合你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就不是你的中心。好，那这张牌也在传递给大家说，其实你们现在不需要再去向外在证明什么，你需要回到你的中心，一切才会对齐。当你对齐你的中心之后呢，你会突然意识到，你有一种想要好好的去宠爱自己的冲动。有些朋友，如果你最近你的心理身体有一些反应，觉得很累，或是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它其实是身体在提醒你，你要去照顾你自己，照亮你自己，而不是一直去消耗你的能力去照亮很多的人，关照很多的人。那你就是你自己的充电桩。所以呢，你要回到你的人生中，你要回到你的这个主场的优势当中，回来做你人生的 CEO。好，你要在乎的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别人的表情。所以这张牌我觉得是在帮大家修复你的内在的主权，然后切掉一些会让你内耗的连结关系或者是事项。有些朋友如果你长期去做你不快乐的事情，或是长期去做一个背离你中心的事情，即使你做再好，你的人生都不会真正的得到满足。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是微调。这张牌我觉得它是一路连接跟进阶的能量。微调这张牌很重要，就是你们不是要推翻现有的一切重新来过，我们只要稍微的好，因为你们只是稍微有一根弦稍微偏了，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也许这个走调别人是听不出来的，但是你自己知道这个音就是不对。你心里其实有一个
细微的感受一直在提醒你，所以这张牌就是再一次告诉你，你要看重你这个细微的感受，你要尊重你的这个直觉。接下来的阶段啊，就是你要用你的标准、你的界限或是你的动机去调整你的人生，不要去忽略那一些不舒服，因为如果你一直去累积不舒服，这些小小的不舒服，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失衡。所以这一张牌啊，我觉得它是要帮大家人生从一个还 OK 到还不错，到一个完美跟极致好的一个状态。好，再好一点就会更完美了。所以这张牌是帮大家优化生活的牌，稍微调整一下，精益求精一下，其实你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很有质感的人生模式。好，这组牌啊，稍微调整一下，其实你们的能量就会很好，不需要大动干戈哦。那要怎么微调呢？首先呢，就是你不要再去将就，什么事情都将就，用将就来应付你自己跟应付你的灵魂哦。我觉得大家你们现在的状态就经过前2个阶段回到你的中心之后，其实你们就像是一台已经发动的法拉利，但是有一个零件可能稍微松了一点点，在外人看起来你是可以跑得很快的，但是你知道我只要稍微再调整一点点，我的手感是可以更顺的。所以呢，好，现在可能就是这个有一些细微的不舒服的地方，你其实是可以敏锐的察觉到的，稍微去调整这个细节，去尊重这个细节，大家你们的人生就会快速的升级。下一张是 Spider， 这个我们的蜘蛛哦，蜘蛛呢，它代表的是一个编造梦想的能量哦。蜘蛛啊，它会去确认好每一条线，它的这个网要怎么编，然后再落下它的一根一根丝线。所以这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也是像这样子，像蜘蛛一样，你们在搭建一个长期稳定的结构。这张牌的重点啊，除了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编织哦。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你在未来会被什么样的力量所牵动。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想抓的话，可能这张网会很容易破。但如果你能够对准核心，你真正想要的渴望，整个局面就会很稳。所以大家需要去集中收回能量，然后要选定一个核心的目标，不要害怕说自己是不是走得很慢，因为其实你们在做一件很少人愿意做，也很少人知道怎么做的事情，就是重新的编织你的人生。编织这个网啊，需要时间，大家不要羡慕，觉得别人的网是不是编得很快，但其实大家你们编的网是用来承接更大的丰盛。所以当你专注在你的编织上，其实全世界都会被你最后完成的这个作品所吸引。而且我们要的是最精华的能量，然后慢慢来，把每一根丝拉紧了，最后这个网才能够撑开，才能够去撑起你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大家正在为未来铺一张，就算你躺平什么都不做，但是也能够丰盛的一张网。也有的朋友，我感觉到你们现在正在布一个很大的局，你在编织一场大戏，你的脑袋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蓝图，你一边想要往前走，一边在思考我怎么让整个结构可以变得更稳。有些朋友你可能重新的在定义自己，你们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目标，它是一个很长期的，甚至有关于世世代代的一种可以延续性的想法。那同时啊 Spider 这张牌它也是一个充满美感跟智慧的牌。因为蜘蛛它享受整个编织的过程，你们在搭建的是一个不需要去耗尽自己、燃烧自己，也能够成功的稳定的结构。因为这个是用智慧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优势来换取丰盛的未来。那在编织的过程中，集中就是你们现在最强的超能力，集中注意力。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是 ground yourself， 回到现实。好，稳住你的能量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种状况，你知道很多道理，但是你做不到。那 ground yourself 这一张牌是一张非常重要的落地牌。你们在前面的阶段啊，收到很多的讯息、灵感跟方向，但现在这个阶段呢，宇宙想要让你把注意力拉回到你的身体跟现实哦。你们的灵性是非常敏感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顾好现实的状态的话，这个灵性会变成空转。什么是现实的状态呢？你的睡眠、饮食、你的作息、你的金钱、你的环境，这一些很日常的东西啊，其实都是你下一步能不能够走稳的关键。显化呢，除了你的心的头脑去想，你的身体也要相信你要走的这一条路。所以呢，你要去照顾你的身体，你要去把你的作息尽可能的有一个规律，或是用适合你的方式，因为这是一种最稳定的能量的仪式。当大家好好的去照顾你的身体，当大家站稳了之后，宇宙会把更大的财富、更好的机会交到你们的手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今天能够做一件照顾我自己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显化，同时也要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一个圣殿，是你承载梦想的容器，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这个圣殿。好，我们来看一下release 放下不再属于你的。好，这张牌啊，是不是我觉得对准大家内心中的一个状态哦，你心里目前还有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事情，放不下的事情，它可能是关于会影响你未来的一个选择，或者是它是一个角色、一个关系。有些朋友是在过去的一个事件，它已经完结了，但是还持续的影响着你，或是有些朋友你明明知道不适合，但是还去想念，或者说还想要去延续的一个关系哦。好，有些朋友其实你们并不是不知道要放手，而是心里还是有一些舍不得，还是有一些害怕，还是有一些不甘心。这个呢，就好像是你握着一把已经生锈的钥匙，但是你试图去打开已经换了新锁的门。如果你常常回过头去想说如果我当初做了另外一个选择，或是没有说那句话，或是如果当初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方向，会不会更好呢？但是这张牌一出现啊，宇宙其实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哦，你真的已经完成了那一段功课了。放下并不是否定你过去发生的事情哦，而是承认你自己已经长大了。你不需要再被过去的这个事件卡住。这张牌啊，想请大家停止把能量投资在已经没有未来的地方。这个停止并不是失去哦，而是在收回你的能量。当大家放手之后啊，你的手才可以去空出来，接住下一个宇宙要给你的礼物，同时也拉回注意力，转向目前正在跟你有回应的人事物。而且我觉得这张牌，当大家理解了、接受了之后，你们就要往一个轻盈的心态去发展。你们接下来我觉得是可以很豁达的去丢掉这些负担了。丢掉这些负担之后，你会发现你其实可以进展得很快，你其实是可以跑得很快的。所以这张牌的出现宇宙其实是我觉得带着笑意、带着善意在给你们这一张牌哦。这一张牌并不是要大家有一种悲伤感伤的感觉，而是要大家去庆祝，因为我们不需要再去修补那一个旧的坏掉的状态了。我们现在可以去空出我们的双手，去拿宇宙接下来要给我们新的礼物。好，下一张牌Protection， 你正在被保护。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这张牌是真的，你可能走过很多，经历过很多不公平的经验，然后你也
就是你也试图自己消化，然后因为可能经历了这样子的经验事件，你们会变得比较警觉。你并不是真的完全信任这个世界，因为你很怕再一次的跌倒、受伤或是被骗。那有些朋友你可能感觉到外在的能量有一点点杂乱，所以你必须要处在一个自我防卫的状态。这张牌啊，想要告诉大家说，接下来隐形的屏障跟祝福会出现。有些事情它本来就不应该进入到你的人生中，宇宙帮你过滤掉一些会损害你灵魂的东西。大家自己也要画出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冷漠，它是智慧。你们现在正在被宇宙保护着，同时你们现在也正在学会如何保护自己。那这张牌也告诉大家说，你们的灵魂就是你最强的保护罩。当你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就是不对劲，就是宇宙在提醒你要撤退或是保持距离。所以大家请相信你的直觉，同时你不必对所有人敞开，因为我们不需要让所有的人理解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它即使没有发生，它可能背后也是一种祝福。所以我觉得大家接收到这张牌之后啊，你们会慢慢的感觉到一种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是宇宙在背后有点像支撑着大家。你们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战战兢兢的过日子，因为你现在你要相信你是被神圣能量所包围的。那一些不对平的人事物，它是进不了你的圈子的。所以大家，你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安全。好，最后一张牌啊 ，Greenhouse 温室现在啊，大家走到最后的这张牌我觉得你们的状态很像是一座温室。这是说什么呢？不管外在的天气怎么样，很冷啊，风雨很大，其实都跟你无关因为你们现在的状态是一座顶配的温室。也就是说，温室啊里面其实是很舒服的，所有的温度、养分跟节奏都是大家自己说了算，所以你们拥有自己的进度，你不需要去参考外在的这个天气预报究竟是怎样。我觉得你们正在经历一种内在的成长，这个成长是看不见的，反而让那些寒风帮助你挡掉一些想要来乱或者想要来占你便宜的人。因为有了这些寒风，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接近你，他们是没有办法靠近你的温室。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们已经经历了一场很优雅的内在的革命，你现在可以细心的感受到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美好。然后你前面编织的这个梦想的网，它也已经快要成型了。大家可以在宇宙的保护下安心的待在这个温室里，很舒服的、很快乐的活着。你不需要再向其他人证明说，哇，我有多辛苦，我跑得多快。大家唯一要负责的人就是你自己，那一个想要变幸福、想要活得优雅、想要快乐的自己。那宇宙也希望，宇宙也看见大家你们并不是来到这一生并不是在求生存而已，而是你要亲手的走进那个真正属于你的发光的未来。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如果呢你也想要在新的一年给自己一个新的学习的方向，或者说你对于塔罗牌对于灵性是好奇的，想要去了解这个内容是什么的话，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这个学习的平台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帮大家看的是宇宙给你的特别讯息首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验证牌你们的验证牌是这一张书写者。
这张牌一出现呢，感觉上大家的人生走到一个很关键的阶段，就是你可能不再想只是被外在的环境、被生活推着走，你想要拿回自己的主权哦，你想要知道我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或是你愿意付出什么，有些东西是你想要避开，你再也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呢，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对人生进行一个盘点跟整理，而且你特别容易去想很多，脑袋啊也很像是在打草稿一样，你心里知道你需要去做一个整理。那有些朋友可能真的会去把它记录下来，或是给自己一段可以停下来思考的时间哦。那宇宙这里的讯息其实很清楚，就是要先对自己诚实哦。你不需要先急着让别人去懂你，也不需要急着去交代结果。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如果你一直去压抑，一直去不说的话，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卡在胸口，那这样子会变成一个明明很努力，但是好像却越来越空虚的一个耗损的状态。这张牌也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其实第三组朋友哦，你们的力量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逻辑跟你的记录哦。有些朋友不管你是透过各种方式去记录下来，有些朋友可能是透过文字或是深入的思考，可以将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电子想法，或是灵光一闪的这个灵感直觉，转化成一个具体的行动的蓝图，就像一个播种意识的过程。那同时这张牌也提醒说，其实在这个完成你行动蓝图的过程中，你其实是可以允许自己反复的去修改的。好，我今天想要写 A， 然后明天呢，我又想要去微调成一个 B 的方向。因为你的人生啊，并不是说一次就要去定终身的这个考卷，它是可以去1稿、2稿、3稿的很多修改版本的这个作品，所以大家不用着急。你可能好，今天或是今天想的跟下一个月想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你可能接收到了其他的资讯，因此人生有了一些调整，或者是说当下的状况改变了，原来的这个蓝图你有一些想要调整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被允许的。那第三组的朋友，宇宙也建议大家每天呢，真的可以留10到15分钟给自己哦，去想一想，去写下来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还有你今天愿意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你写下的每一句真心诚意的话，它都是在把命运从别人的手中拿回来，回到自己的手上，拿回你自己的主权。好，第二张牌呢是这个抽牌之手哦，哇，这张牌很厉害，代表说大家正在从一个被动的状态转换成一个主动选择的状态。这个抽牌的手啊，它是一个很清醒的手。好，那这张牌我觉得它很像是在命运的转盘中，我们不知道要怎么选择，然后我们最终啊还是手伸出去，去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这张牌的出现啊，同时也告诉大家说，其实呢，你们绝对是有选择的，而且你们生命中是有选项的。只是过去啊，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把你的选择权交出去了，交到别人的情绪当中，交到别人的期待当中，或是交给某一个社会的标准，所以最后可能会变成大家永远的在配合，永远都在等待别人的允许。但是哇，这张牌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张牌哦。宇宙正在要将所有的可能性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可能大家现在生活中有面临一些几个选项，或是面临不同的路径的一个抉择。好，要不要继续待在这里？我要不要改变做法？或是我要不要把某一些关系合作或是生活模式
转换或是断掉，就是我要不要去开拓这个新的路径，或是在我的眼前有好多个选项可以去走。职涯的发展，我究竟是要往这个方面还是那一个方面呢？你可能有一些选项，你很犹豫，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可能对自己的未来是比较好的。你们其实并不怕辛苦，而是怕万一我不小心选错了怎么办？好，但是宇宙想要让大家知道，你并不会真正的去走错或是选错。如果说真正的去选错，是大家违背自己的心。违背自己的心就是你明明不快乐，但是却假装很快乐。看到这一张牌中间这张被选中的发光的粉红色的牌，我觉得它象征的是一个灵魂的亮点，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即使外在有再多的选择，再多的选项，终究你会发现有一个选项它是可以让你感觉到心跳加速，这个选项是跟你的灵魂共振的，所以你会去碰触这个选择。好，你们怎么说呢？你们可以放胆的去接触，选择拿起那个让你觉得最感到好像在对你说话那张牌，最感到在你眼前发光的这个选项，因为这个是命运给大家的绿灯。好，那牌卡也提醒大家选择的顺序是很重要的。你先问你的身体，你身体的感受是什么？再问你的心，最后问问你的头脑。你的身体是最诚实的。如果这件事情一想到就让你觉得很胸闷睡不着，或者是说你的胃很紧，这个通常不是对的路。你的心会告诉你的渴望，最后才是由你的头脑负责整体的一个规划。所以呢，这一次大家一定要去做出一个忠于自己的选择，就算之前不小心做错也没有关系，你不需要一次就选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只需要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忠于自己，这样子命运就会开始配合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张牌，下一张牌非常的美。好，这张牌是插花这张牌我们看到漂亮的花器，还有美丽的果实，漂亮的叶子。这个叶子呢，由绿转黄转橙。好，这一张牌代表说你们也可能正在经历人生的一个换季，这个换季绝对不是失败它是要结果的必经之路。有些朋友透过了比如说第一张牌，你在整理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价值观，或是有一些模式，或是你对你自己的定义其实都在转换，都在调整。因此在这个阶段中，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脚步比较慢了，或者你会觉得现在的状况好像并不是这种繁花似锦的春天。但是这张牌看到秋天的果实，秋天的果实其实它是非常具有分量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器这个花器就是容器，代表说这段时间大家在做一件好重要的事情就是扩大你的容器。以前大家可能就是很习惯忍耐压抑，或是把自己的情绪压缩起来，装在这个小小的容器中。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去打开、看见跟放大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你的容器也会变大，所以大家不需要再硬撑。这个红色的果实代表大家你们收获的东西，它其实是有关于你内在的一个底气，就是你内在的一个稳定无论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其实你内在始终都有一个核心的稳定感。那还有我看到这组朋友，你们过去可能花了好多时间，好几年投入在某一件事情上的累积跟努力，现在这些好努力也会像这个红色的果实一样，他们正在悄悄的成熟。所以这组朋友，这个是你们人生的
丰收跟丰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在不经意之间，原来我以前投入下去的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转换成丰硕的一个成果。所以这张牌也提醒大家，你们现在适合做的事情是整理，就是延续第一张牌的能量，整理你的财务结构，整理你的时间安排，整理你的生活习惯，整理你跟别人的一个界限，或是整理你目前一个职涯的方向等等的。你越整理之后呢，后面进行的速度就会越快。那宇宙想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去把一些会让你分心又不是这么重要的项目结束掉，接下来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排在行事历的比较优先的一个顺序，然后开始拒绝一些其实你并不想要答应的请求。这些东西都是在帮助你把未来的路铺平。好，当季节又转换，再换到下一个季节之后呢，你会发现哇，其实你过去种下的种子比你想象的更快开花，所以现在是一个很棒的酝酿期，请给自己多一点点的温柔跟耐心在这个酝酿的阶段当中。好，下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天鹅哇，这张牌非常非常的温柔。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深的提醒，你这一生最深最深的爱就是学会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所追求的一切，你就是你自己最该信任的人。这张牌告诉大家，其实你正在成为一个你一直在寻找的人。有些人可能一直在寻找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真心的爱我呢？其实你正在成为你正在寻找的人。天鹅的能量它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一种很高贵的自我忠诚。这张牌不单单讲的是爱情而已它讲的是有关于你人生的核心的课题，就是要把信任从外面收回来，放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过去可能真的曾经很想要被理解、被珍惜、被保护，所以你放了很多很多的期待在某一个人、某一段关系或是某一个权威上。可是比如说一路走来到现在，你可能渐渐的发现，渐渐的明白，只要我把主权交出去，我就会经历一个反复受伤的状态。所以天鹅牌在提醒大家什么？天鹅牌这张牌牌面中这个天鹅它其实是从这个女孩子的身体中探出头来，然后她看着一个发光的这个星光，她其实是在宣告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决定了你跟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连结。所谓真正的安全的依靠，并不是谁答应我什么，而是你答应你自己不要再背叛自己了。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很温柔，也很震撼，同时它也我觉得传递了一个很圆满的讯息，大家可以放下心来。你不需要再向外渴求什么样子的爱来填补你内在的空虚，因为你本身就是爱。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很多人走到这边你可能之前就已经想过，或是你已经慢慢的理解跟体会上面的一个讯息你开始不想要再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前面，这就是天鹅牌的觉醒。你开始尊重自己的界限，尊重自己的节奏。这张牌更带来了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大家你们正在吸引一种更加成熟的爱跟连结。这个成熟并不是说我们都不吵架，而是即使吵架我们也能够在事后去修复，或是去讲清楚，能够坦白，能够承担，能够互相的去成就。好，所以大家在吸引这个成熟的爱跟连接之前，宇宙要大家先练习一件事情。当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不要立刻的责怪自己，怀疑自己说是不是我想太多，是不是我情绪太敏感。你的感觉是雷达，它不是一个造成你麻烦的东西。所以请大家每一天都对自己说一句承诺，我会站在我自己这里，好，我会守护我自己。
接下来大家慢慢的就会发现，你只要不再背叛自己，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把你推回旧有的你不想要的剧本。所以请大家信任自己的直觉，像天鹅爱惜羽毛一样爱护自己的灵魂，那么你生命中最强大的这种爱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哦。好，下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 Hare 野兔哦。这一张牌啊，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小白兔，它是不一样的，跟那种比较温和跟胆小的在家里养的这种小白兔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Hare 野兔啊，它是跑得非常的快，然后可以在彩虹中跑得很快，然后比较大只的野兔。这一张牌啊，它下面写的是力量，代表说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接下来对于你们的人生会精准的进行一次出击哦。野兔呢代表的是敏锐，它能够去听见别人还听不见的声音，所以它能够提前去感知未来的一个方向。这张牌我觉得大家其实很早就学会了要怎么在危险中去求生，所以可能你过去的神经一直都是很紧绷的。有时候你不是不敢做，而是你想要先确认安不安全。有时候你并不是慢，而是你可能会习惯的先去扫描风险。这很像是你们的一种生存的天赋。那这一张牌给你的讯息是其实你们真正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某一种好像外在看似的强壮，而是呢，你真正的力量就是像野兔一样，你可以在黑暗中看清楚方向。所以如果你现在对于某些事情感到困惑的话，这张牌请大家停下来，你可以像野兔一样去观察周遭。好，你们能够把很多杂乱的这些想法变成一个清醒的抉择跟选择，你能够利用你的直觉去看清楚哪一些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哪一些东西只是因为我害怕失去，所以我现在先选择紧抓着不放。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无论是在你的工作关系、金钱、你的合作模式，或是你的生活未来的一个抉择，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当你要选择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你列出你现在有的3个选项，每一个选项中你都可以写下，好，这个选项我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以及这个选项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子列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更加的快速的或是更加清晰的去做决定。那宇宙在这边呢，也给大家一个提醒你这一周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你说的 yes 或者是 no， 哪怕只是拒绝一件小小的不想做的事情，你每一次清醒的去拒绝说一个不，而且是很清楚的说一个不，而不是就是有点好像半勉强，或是说很生气的去表达，有点像是逼到最后很生气的去表达，这样子就是你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去拒绝说不，这样子都是在帮大家把力量去拿回来。所以呢，大家可以带着觉知去观察你身边的事情选项，还有去观察很重要的就是人的心。当你带着觉知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相它其实就像月亮一样，慢慢的在黑暗中可以很清晰的被显现跟照亮。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金鱼这张牌也是很温柔的一张牌他说真正的慈悲，真正的温柔并不是原谅别人，而是放过你自己，宽恕那些需要被宽恕的事情。金鱼他们是海洋的守护者，他们本身呢也承载着很多古老的记忆，所以
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张牌很像是你们心中其实有很多很深的情绪，很多没有好好被消化的一些伤痕，或是一些记忆，一些失望、委屈，或是被误解、被忽视的经验哦。可能你自己不大愿意去提，因为你觉得自己一提可能就会陷入某一个漩涡，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你可能就把这些情绪都塞到很深很深的地方，不去看它。那现在我觉得这张牌哦，很想要告诉你说，如果你的拳头是握紧的话，你可以试着稍微松开。这张牌并不是说要你立刻原谅谁，而是说你要先给自己一些温柔哦。真正的原谅啊，并不是找理由去替对方解释啊、开脱，而是不要再让自己用同一把刀反复的伤害自己，特别是这把刀是别人的错误，用别人的错误反复的伤害你自己。宇宙想要让你看见，好，过去啊，可能在某一个环境中、某一个资源中，或是某一个压力下，你做出的这个选择，已经是你当时所能够做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已经尽力的活到了今天哦，这个就是你的生命力。宽恕并不是为了其他人，而是为了让你自己的灵魂可以重新的在这片大海中自由的歌唱。所以也许接下来你们可能会进入一段情绪的排毒期，可能你会想要哭啊，或是远离人群啊，远离很多人，或者是想要睡觉，或是突然想要把很多很多的话说出来。大家你可以找一个让自己可以安心释放的方法。你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变强，而是允许自己柔软。当你允许自己柔软，你反而会更稳，更有力量。就像金鱼一样，它顺应水流，它能够感受到生命的轻盈跟慈爱。这个也是宇宙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哦。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张牌。我觉得最后一张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打动人心。所以我看到这张牌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你们的牌。这张牌在说什么呢？你就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一个人。好，你就是那个值得被爱的人，你就是那个可爱的人。好，这一趟旅程的最后啊，这个讯息的结尾，宇宙把你带回到你自己。你所有的思考、选择、等待跟宽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让你发现你本来就值得这世间所有的美好。如果你一直在找一份被爱的感觉、被珍惜的感觉、被看见的感觉，其实你要先给你自己爱。因为只要你的内在一直在等别人给你爱、给你价值哦，你就会一直被别人的态度或是选择或是情绪所牵动。但是当你开始承认你自己是可以爱自己的，你自己就是值得被爱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立刻的自由。我觉得这张牌要消除大家所有的自我怀疑、自我不信任哦。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这一张牌都在明确的指明说，大家的本质是值得被爱的。你不需要再证明，不需要再用我要做很多事情来换取被爱这件事情。你本来就值得，你不需要表现的完美，你不需要变得更好才值得被爱。你现在这个模样啊，有一些缺点，有一些小小的忧伤，有一种大大的力量，这些勇气都是你迷人的地方。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说谁对你好你就感激他，而是谁能够支持你、尊重你，让你可以做回你自己。所以呢，这是一种新的爱的标准，也是一种成熟的爱。那另外，大家也会即将吸引到更温柔跟更踏实的能量进来哦。
这可能是合作伙伴、贵人或是新的社群。只要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位置，接下来啊，这种新的社群的能量就会被引动。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做一些具体的事，像爱一个很重要的人一样，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把时间呢留给真正值得重要的目标。当大家这样做的时候啊，其实你就是在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命运。第三组，你们就是最最最可爱的人。好，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